下個資料不要午夜又要回到祖阿曼，咱們今天就來盤一盤祖阿曼也是論我家祖宅是如何一步步變成高檔精靈小區，以及我為什麼想砍死所有長耳朵的故事。首先得給清楚巨魔這物種是什麼來頭。根據暴雪官方史料，巨魔才是艾澤拉斯真正意義上的老炮。別的種族還在玩泥巴的時候，人家已經圍着永恆之井那個生命之源天然溫泉泡澡進化了。用現在的話說，這是老天爺賞飯吃。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地產第一代大亨，他信奉的神就洛阿神灵，說白了就是各種巨大的動物神灵，什麼熊神、鷹神、山貓神都是他們的偶像。這幫巨魔最早的根據地在贊達拉，一座近在山脈上的宏偉廟宇城市，由贊達拉巨魔統治。然后他们開始向外擴張，發展出不同分支，往北跑的變成了德拉卡瑞冰霜巨魔，往南跑的變成了古拉巴什叢林巨魔，往東跑的就是咱們今天的主角阿曼尼森林巨魔。那時候整個艾澤拉斯都是他們的後花園，想在哪蓋房就在哪蓋，唯一的規矩就是別去黑石頭山，那是上古之神的違建，千萬不能進。本來日子過得挺美，但總有人作死。有個叫贊多的祭司因為被撤職，心懷不滿，撿了把會說話的神秘匕首薩拉塔斯，天天在他耳邊低語，慫恿他去捅那個上古違建。接着這一捅，可耗放出了一隻叫基西克斯的超級鬥蟑螂。上古之神手下的大將，這蟑螂一行立馬召喚鋪天蓋地的亞基諸族小強軍團，跟巨魔們展開了艾澤拉斯歷史上第一場人種大戰，也就是著名的亞基諸人戰爭。這場仗打得那叫一個慘，巨魔們雖然能打，但架不住小強人多，眼看就要被趕到海裡去了。還是贊達拉巨魔最靠譜，開會聯合所有巨魔部落，成立了一個大公司，叫祖爾帝國聯盟，然後瘋狂祈禱，召喚各位股東洛阿神靈下場助拳，才勉強把局面穩住。巨魔們乘勝追擊，古拉巴什和德拉卡瑞巨魔分兵去朝小強的老家，唯獨阿曼尼巨魔設下了最要命的活，去殺了那只最大的蟑螂。這幫森林巨魔大漢也真夠狠，全族老小抄家伙就上，用人海戰術硬是踩着族人的屍體，把基西克斯懟死在自家門口，然後他們就在蟑螂的屍體上蓋起了自家的祖廟和首都祖阿曼。這就是化糞池上蓋別墅的精神，從此這塊地對他們說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龍興之地，這在 DNA 裡的祖宅。之後的幾千年，巨魔們繼續享有對艾澤拉斯的絕對統治權，但好景不長，兩個變故發生了。第一，贊達拉巨魔不甘寂寞，跑去跟東邊的魔古族搞強聯合，結果人家一鍋端，元氣大傷。第二，永恆之井邊上那幫天天泡澡的巨魔，因為泡生太長，基因突變，進化成了另一種生物，無暗夜精靈。精靈領還出了個心比天高的女王艾薩拉，開始搞領土擴張，建立了卡多雷帝國。這個帝國範圍不斷擴大，迫使巨魔部族變得更加分散和孤立。後來上古之戰爆發，永恆之井炸了，大陸分裂，原來的超級大陸碎成一堆群島，阿曼尼巨魔就這麼被困在東部王國北邊的森林裡，跟外界斷了聯繫，隱居了幾千年，每天打打獵拜拜神，自給自足。直到數千年後，一群遠親高等精靈的出現，他們是暗夜精靈的同胞，因為玩魔法玩得太嗨，搞出了事被轟出來了。你想啊，魔法這東西就像核能，你掌握好了能發電，掌握不好就是切爾諾貝利。這幫人顯然屬於掌握的不太好的那種，被流放了，流放就流放吧，老實找個沒人的地方重新開始不行嗎？不行，他們漂洋過海來到東部王國北邊，一眼就看中了阿曼尼巨魔的地方，也就是現在的永歌森林和奎爾薩拉斯地區。理由是什麼呢？這兒魔法能量充沛，地下有魔法網絡，翻譯一下就是阿曼尼巨魔家底下有礦，而且是鈾礦。來了，捏中人家的地方，好歹也得走個流程，公示徵地、評估拆遷、再談補償、簽協議吧。高等精靈不，他們直接過濾了那幫藍皮膚的原住民，直接開工，又是蓋別墅，又是搞太陽井，還給這片地起了個名兒叫奎爾薩拉斯，翻譯過來就是高等精靈的美好家園。好，人家阿曼尼巨魔在那兒生活了幾千年，突然來了一幫人在上面搞核反應堆，會是什麼心情？阿曼尼巨魔當然不幹，二話不說，抄起家伙就開打，結果呢，衝上去就傻了。這幫精靈會核變，會搓火球，巨魔這邊還是冷兵器和跳大神求神靈保佑那一套。面對這種魔法科技的降維打擊，完全不是對手，打了半天，愣是被人家一路攆回了祖阿曼老巢。從此，阿曼尼巨魔和奎爾薩拉斯精靈成了世仇，見面就眼紅。之後就過幾千年，贊達拉巨魔又來跑去找阿曼尼說：“兄弟們，咱們再聯合一次，把精靈滅了。你他占着咱們的地，蓋着他們的樓，這事能忍嗎？”此時，精靈王國已經建立，但實力遠不如當年的暗夜精靈帝國。於是，阿曼尼巨魔帶頭聯合其他巨魔部落，發動了對奎爾薩拉斯的全面戰爭，史稱巨魔戰爭。一開始，巨魔們勢如破竹，嗷嗷仗着往前衝，打得精靈節節敗退，眼看就要把失地奪回來了。但精靈們不講武德，請了外援。人類阿拉索帝國當時剛騰一陣愁，沒地方練手，精靈開出的條件也誘人，幫我打架，我教你們搓火球。於是人類大軍壓境，加上100個剛出爐的人類法師，火球一搓，烏泱泱一大盆，比精靈搓的還穩，把阿曼尼的軍隊和他們的洛阿神靈都給點了。這一仗直接打得阿曼尼再也翻不了身。
直到2000多年後，出現了一個狠人，叫祖爾金，他是阿曼尼巨魔的中心支柱，拿着家族最後一滴資金盤活祖宗基業，把之前一盘散沙的森林巨魔重新团結起來，帶回祖阿曼。第一票就是大的，他直接抓了幾個精靈老大當俘虜，摄政王洛瑟馬、塞隆血騎士領袖利亞德林，還有那個著名的二五仔達爾坎德拉希爾。祖爾金想讓他們交出破解精靈魔法防禦的方法，結果這幾位寧死不屈，關鍵時刻達爾坎用魔法帶着大家逃跑了。祖爾金虽然沒問出啥，但這仇是越結越深。後來第二次戰爭爆發，獸人部落入侵東部王國北部，跟人類幹得熱火朝天。祖爾金被人類抓了，正受蛇呢，被獸人給救了。被救的祖爾金和獸人一拍即合，聯手要幹翻奎雷薩拉斯，一個拿回土地，一個幹掉敵人。於是舊部落加上阿曼尼巨魔兵臨銀月城下，部落大軍壓境，奎爾薩拉斯岌岌可危。但關鍵時刻，銀月城的魔法屏障太硬，部落攻不進去。為保存實力，部落主力撤退了。但祖爾金沒撤，他帶着巨魔繼續打。結果精靈抓住機會全力反撲，把巨魔打得落花流水。祖爾金也被抓了。真靈們把氣全撒在祖爾金身上那個哈杜倫名義的游俠領主直拉塔，而是選擇了一種最愚蠢的報復方式——虐待戰俘。什麼叫最愚蠢？就是你本來占領的事，這麼一搞，反而變成你不占領了。他們挖了祖爾金一隻眼睛，還打算把他押回銀月城，讓當年被他綁架過的洛瑟馬來決定怎麼處置。這就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會死。祖爾金是什麼人？那是狠起來，連自己都砍的狼滅，就是狼人裡的滅霸，比狠人還狠。趁着夜色，他親手砍斷自己被綁着的胳膊頭了。從此，江湖上流傳着一個獨眼獨臂的巨魔硬漢傳說和他對精靈那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後來的事，咱們在遊戲裡都經歷過。天災軍團來了，那可真是蝗蟲過境，直接把奎爾薩拉斯給屠了。銀月城變成一片廢墟，那些幸存下來的精靈改名叫血精靈，做了一個讓祖爾金徹底瘋掉的決定。他們加入了部落，祖爾金一聽就炸了。什麼我的盟友居然跟我的仇人握手言和了？你們這是背叛！這跟當年一起創業的合夥人轉頭把你的死對頭招進公司當高管有什麼區別？祖爾金覺得全世界都背叛了他，人類打他，精靈坑他，現在連獸人都拋棄他了。於是，在燃燒的遠征版本，他發動了最後的瘋狂。祖爾金的計劃是用洛阿神靈的力量強化巨魔，他搞了一個禁忌儀式，把洛阿神靈的力量灌注到巨魔體內，制造更強大的戰士。這就是祖阿曼斯那幾個著名動物神靈老怪的由來：熊神、鷹神、山貓神、龍鷹神。他想把自己和各位洛阿神靈融合，变成超級赛亚巨魔。這操作就像一些創業公司現金流斷了，不去好好做產品，開始搞什麼全員持股、股權激勵，把員工的未來和公司死死綁在一起。結果最後資金鏈一斷，員工的錢和公司的命全搭進去。祖爾金，這就是把洛阿神靈當成自己的投資人兼技術合夥人，強行拉他們入夥，給自己賦能。結果這些被灌注神力的巨魔雖然變強了，但也被神的力量侵蝕，變得半人半獸，最後被咱們這些玩家衝進祖阿曼，把剛剛合體還沒捂熱乎的他給車了。洛阿神靈們也被折騰得夠嗆，又甚至徹底消亡。這是一種雙向的悲劇。茲勒金死後，阿曼尼巨魔消停了幾年，好景不長，赞达拉巨魔又來了。這回帶隊的是獻之祖爾，領着艦隊到處轉悠，跟維上大會巡迴演講似的，挨個拜訪艾澤拉斯各個巨魔部族的領袖，張嘴就是兄弟加入我們，共創輝煌。除了暗毛巨魔不吃這套，大多數部族包括阿曼尼都欣然接受，畢竟誰不想再搏一次呢？阿曼尼這邊新上任的叫達卡拉，典型執行力強的領導，開會3板斧，目標明確，路徑清晰，幹就完了。他一上台，立馬重啟老項目，征服奎爾薩拉斯。怎麼幹呢？是老爸抽洛阿神靈的精華灌進員工身體裡，主打一個信仰，當血包不用白不用。結果可想而知，又是慘敗收場。敗了之後也沒閒着，阿曼尼又跟着先知祖爾去和魔古族這種坑完甲方坑乙方的老賴公司合夥，想復活雷霆之王做新項目。最後就歇菜，一群人倒在祖爾的權力寶座底下，連怎麼死的都沒整明白。你說這幫巨魔折騰了1萬多年，從祖爾金到祖爾名字就差一個字，結局也差不了多少。每次開會都覺得這次穩了，天時地利人和全占了，結果每次打完都是下次一定。回頭看這段歷史，復興帝國跟減肥一模一樣喊1萬年口號，辦1萬年健身卡，不如先改信仰當血包。這種高危操作，回顧整個祖阿曼和阿曼尼巨魔的歷史，這就是一個原住民釘子戶的萬年孤獨。阿曼尼巨魔是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在這兒生活了上萬年，埋了無數
數仙人，拜了無數神靈，然後來了2波拆仙隊，一波亞基人，一波高等精靈巨魔們不服，打了1000年，每次想反抗都被先進的武器打敗他們的領袖祖爾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強力盟友，結果盟友轉頭跟仇人拜了把子，最後實在美照了，不惜透支信仰給自己開個外掛，結果蓋掛還沒捂熱就被一群玩家給拆了。祖爾金臨死前那句祖阿曼傳巨魔喊出的不仇恨，是一個被時代拋棄的種族，在生命最後一刻對自己破碎家園最深沉的眷戀和不甘。祖阿曼是一部艾澤拉斯原住民房產維權血淚史，也是一個警示牌在歷史洪流中光有仇恨和蠻力是不夠的。當你的對手掌握了更先進的魔法，你的傳統、你的信仰、你的勇猛都可能变成悲劇的注脚。你抱着祖宅不撒手，人家这把你祖宅做成副本賣給全世界。所以到了現在這個午夜版本，當劇情又一次把咱們拽回祖阿曼，說要對抗什麼虛空勢力的時候，阿曼尼巨魔換了壞事，人祖爾金的孫女叫祖爾賈拉，旁邊還站着他弟弟叫祖爾詹。當個顧問看着這兩個生面孔，我只想說一句，希望暴雪這次真能對這幫苦了搭半輩子的釘子戶好點吧，畢竟誰的家也不是天生就該被人當副本刷的。This was our land. Troll land. We Amani was here before anyone. The elves and their alliance came to drive us out. But we never give up. We never forget.